让儿子能迅速成长，父亲竟亲自将其送进全韩最危险的监狱。这里的每个罪犯都是凶狠的蛊虫，父亲要让儿子吞噬掉他们，成为最毒的蛊虫。为了加速这个过程，他甚至亲手放进一只剧毒的蛊虫与儿子厮杀。而新犯人才刚进入监狱，37号房长就浑身是血，倒在了无人的角落。其他犯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是谁干的，马千却敏锐察觉出新犯人很可疑，因为刚才他们在进行室外劳动作业时，新犯人消失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就在他回来时，鞋子上却粘上了一点血液。就在这时，俊南民惊呼一声，指向了新犯人，因为他全身都是淤青和刀疤。新犯人挠了挠头，表示这是被爸爸打的。一旁的车柱英见此，神情凝重起来。过去在学校上体育课时，车柱英每次换运动服都会引起其他同学的议论，浑身伤疤的他总是要承受他人怜悯的目光，那是一种很让人难受的感觉。劳动完的36号房犯人正在洗澡，车柱英看新犯人没有洗发精，于是就把自己的递给了他。新犯人疑惑，你是在同情我吗？车柱英反问，你觉得我的处境有好到可以同情别人吗？他们两个的人生都是肮脏又可悲的。车柱英让新犯人快洗完出来吧。等新犯人洗完后，浴室里已经只剩车柱英一人。车柱英问他自己不觉得很奇怪吗？素不相识的两人身上的伤疤为什么会一模一样？还不等新犯人说话，车柱英就一把死死掐住了他，因为车柱英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是巧合，这些疤痕分明就是那家伙的杰作。车柱英质问新犯人是车江龙派来的吧？可新犯人却只是沉默着，阴冷盯着他。车柱英手上开始发力，他一定要撬开新犯人的那张嘴。许多年前，天龙的猎头刘海源为车江龙挑选出一批有潜力的小孩，并且这件事是天龙那边完全不知情的，所以车江龙可以随意处置这些小孩。但在他眼中，这些人只不过都是些垃圾。车江龙需要的是能撕咬猎物的猛犬。他当即下令，除了那个大块头，其他人都拿去扔了。刘海源没想到自己辛苦挑选出的人竟然都入不了车江龙的眼。就在这时，异变突生，那个大块头竟然被另一个孩子死死咬住了脖颈。见此一幕的车江龙有些欣慰，因为这有着猎犬般凶狠双眼的孩子正是他要找的。车江龙让这个孩子从现在开始称呼自己为父亲吧。而如今新犯人面对车柱英的逼问，他冷冷回答，我只是那位的猎犬。车柱英闻言愣了一下，他本来还在想新犯人身上为什么没有赤火龙刺青，现在看来新犯人根本没有加入天龙，他是车江龙亲自带在身边的人。车柱英继续逼问他埋伏在自己身边是为什么，又为什么要帮车柱英除掉想害他的房长，并且新犯人明明有好几次攻击的机会却都没下手。车柱英沉声问车江龙派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但新犯人却始终一言不发。车柱英无奈长出一口气，他的手中骤然开始发力，新犯人的整个身体都被吊了起来，他被车柱英安在柜子上摩擦，直接撞上了墙壁。车柱英手上还在不断用力，他厉声命令新犯人快说，可新犯人直到被掐昏厥都一言不发。车柱英知道他有很多机会都可以反击，可却根本没有反抗的意思。车柱英不明白车江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在那之后，车柱英观察了新犯人好几天，他就算被其他犯人不小心用饭泼了一身，也依旧是一副客气的样子。但车柱英明白车江龙不可能无缘无故派人进来。此时俊南民跟马千正在他身边聊天，新犯人在不远处沉默看着这一幕。当天晚上，4人就因为明天后山要施工，突然被叫来割草。车柱英不由得感到很奇怪，割草的镰刀在草丛中闪过寒芒。新犯人突然问马千跟车柱英很熟吗？但还不等马千回答，新犯人便一刀直捅他的要害。俊南民看这边草多，本想过来帮忙，随后车柱英便听到一声惨叫，他急忙往声音发出的地方赶去，但车柱英还是慢了一步。新犯人问他现在知道了吗？那位把我派到你身边的意图。新犯人在车江龙的培养下，犬齿变得非常锋利，只要是为了父亲，他能咬死任何东西。而车江龙刚好有件事需要他帮忙，第一就是进入车柱英的地盘，消除外部干扰；第二是要监视车柱英，找出跟他关系亲近的人；最后第三就是在车柱英面前杀了他们。新犯人冷冷道，这些都是为了让我这个儿子变得更强而做的。车柱英竟抢先说出了这句话。另外2道声音也在这时响起，这让新犯人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明明刺中了这2个人的要害。原来马千跟俊南民事先就准备好猪皮放在身上。车柱英一直在思考车江龙的目的，他一直在想那个人渣为了让儿子变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没想到车江龙竟真的又用了这种恶心的方式。车柱英只感到无比的恶心，他猛地一拳击飞了新犯人。车柱英让另外2人先下去把狱警叫过来，因为他看出从一开始发生的所有事都是典狱长按照车江龙的指示安排的，所以在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奇怪。车柱英现在要让狱警上来收尸。新犯人从小就被父母抛弃，甚至因为阴沉的性格被孤儿院抛弃，后来又被社会上的其他朋友卖给了人贩子，就连人贩子都不待见骨瘦如柴的他。天生俱力拼死逃出去的他下定了决心，只要不再被抛弃，让他干什么都可以。之后像只流浪狗一样的他被刘海源献给了车江龙。刘海源问身为天龙行动队长的周江灿觉得车江龙的2个儿子之中谁会赢，
周江灿明白，他们两个都是由大哥亲自教导长大，所以刚刚开始打架的方式会非常相像。车柱英跟新犯人的一招一式果然十分相似。从小被车江龙培养的他们，现如今都已经拥有了不俗的力量。那么刘海源疑惑周江灿的意思是他们实力相当吗？新犯人也同样这样认为。他再次一拳狠狠打向车柱英的腹部，但接下这一拳的车柱英明白他们完全不一样。新犯人还想继续进攻，可车柱英却反手一拳击退了他。虽然他们打架是跟同一个人学的，但是实力未必就是相同的。被按在墙上打的新犯人十分不甘心，他双手用力抓住车柱英的手臂。车柱英看出他技不如人，所以打算用蛮力硬上，但这也没用。可下一秒，新犯人便狠狠咬住车柱英的双指，吃痛的车柱英一脚踹开了他。技术和力量这种东西，新犯人从来不管，他只是听从父亲的指示，要杀了车柱英。下一秒，他的视野便被血液糊住，车柱英的手紧随其后。他警告新犯人，如果不想死得太惨，就不要在自己面前提到那个恶心的人渣。新犯人被车柱英连续打击后没了动静，他的不远处静静躺着两把刀。周江灿认为那个孤儿不可能打赢少爷，但那也只限于赤手空拳的情况下，要是被那个孤儿拿到武器，结果也许就会不一样。车柱英在瞬间被斩下一缕头发。父亲曾对新犯人说过，你的天赋就是武器，所以举起刀战斗撕咬吧。新犯人身上的那些伤疤都是在和父亲学习刀工时烙印下来的，他挥刀的速度极快。车柱英不小心撞到了一旁割草的工具箱。新犯人不管他有多厉害，也不管他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新犯人今天只会按照父亲的指示杀死车柱英。车柱英冷冷道，我不是说了吗？你不想死得太惨的话，就不要在我面前提到那个人。身为亲儿子的我，怎么会没学过你学的那个刀工？锯子是可以残忍将身体大卸8块的利器，既然父亲这个词你总共说了4次，那我今天就把你分成4块吧。日本第一剑名为宫本武藏，他斩获60多场战斗胜利，而名扬四海所使用的剑术，正是源自于李道柳。李道柳凭借独有的绝对杀伤力，成为无数剑客们畏惧的对象。车柱英的锯子跟新犯人的刀眨眼间就已碰撞了数个回合，他认出新犯人的招式似乎是李道柳，那种用飞快的速度加上双手持刀带来的压迫感，使对手难以预测变化多端的刀刃方向。这个新犯人的刀比车柱英想象中要危险，二人的武器再次碰撞，发出巨响。新犯人认为锯子不过是个锯木头的工具，而他们使用的是经历数百上千年被剑客们流传下来的剑术，绝不可能是随便用个锯子就能施展出来的。新犯人可是从小就开始使用父亲送的这2把剑在磨练剑术，